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人间见禅频道。似曾相识燕归来，前2期的内容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能经过无数岁月的流转循环，从而再次相见吗？我们一起了解到，当下物理学前沿科学家们正试图拨开宇宙本源的迷雾，而尚未得到实验证明的弦理论带给了我们宇宙循环的可能，也就是我们前2期曾聊到过的内容。而在距今2000多年前，佛陀同样在婆罗门教的迷雾中去伪存真，轮回的概念也成为了佛学信仰的基石。芸芸众生就如同转动的车轮一般，在时间中不断循环。我们会再次相见吗？会彼此继续携手，在一起走过4季的轮回更替吗？我们会再次一起欢笑吗？那些未能说出口的心事，会在此不经意地轻声道出吗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该有多么的美好。可是我知道有人一定会有不同的答案。世界这么美好，可我已不愿意再次感受。为什么会这么说？其实我们都能理解，相信他一定是看尽了世间的风景，可曾经的滚滚红尘，最终不过是一场繁华落尽，心中的某些地方一定很累了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想劝劝这个人，坐下来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问题。来生不及此生。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，可能对大家能有所启发。有这样的一片大海，宽广深远，茫茫无尽。大海中可能什么都没有，但有一只盲龟和一块带有小孔的浮木。盲龟游弋，浮木随风，彼此之间互无打扰。只不过每隔100年，盲龟会举头换气一次，在无尽的岁月中，终有那么一次，盲龟和浮木在茫茫大海中相遇了，并且恰巧盲龟举起头换气了，并且恰巧盲龟正好把头从浮木的小孔中伸出来了。这是多么难得的几率啊！佛陀说，这就是一个生命在茫茫的轮回中获得了人生的一次机会。这个小小的故事出自《杂阿含经》，原意是告诫人们要珍惜人生，及时进行修行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须弥穿针、光臂撒豆等故事，都是一些类似的佛学寓言，十分的巧妙。我们理解到了这其中的寓意了吗？即便除去劝导修行的部分，也有此生不易，亦要珍惜之意。我们能在此世，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体验。佛学在传入汉地之前，大多重来世。在古代印度的时代背景下，修行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来世的解脱，而非今生的短暂利益。但在传入汉地之后，佛学却逐渐与我们汉地的哲学思想相融合，从而告诫我们，
不要将所有的一切都寄托于来世，今生与来世要并重。这其中的代表，也就是禅宗。1000多年前的一天，2位僧人路远迢迢，来到了赵州百灵禅寺，向赵州重审禅师请教一个简单却深刻的问题：什么是佛法？第一位僧人说：我是第一次来，请教导。禅师就只说了3个字：吃茶去。第二位僧人说：我以前来过，请教导。禅师也只说了3个字：吃茶去。这下连寺庙里面的院主也疑惑了，为何给2人都这么说？禅师叫住了院主，院主应诺。禅师依旧只说了3个字：吃茶去。这便是一件有名的禅宗公案，吃茶去。为何禅师要这么说？很简单，因为本来就已经到了吃茶的时间了啊！遇茶吃茶，遇饭食饭，困倦则眠。顺势而为，这便是生活，也便是修行。听似简单，实则极难。倘若按照佛法理论，我们都有无穷无尽的轮回，但又能如何呢？我们依旧被困于此生，困于这个短短的时间、小小的空间所组成的不值一提的时空泡沫中。那么无论此生遭受到了何种境遇，能不能放下自缢自怜，到了吃茶的时候就去吃茶去呢？过好当下，就是过好此生。简简单单的道理，既是佛学的智慧，亦是人生中良好的情绪管理。盲归浮木，人身难得。佛法告诉我们要珍惜此生，那么科学呢，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？就让我们接着聊。宇宙的循环，宇宙最基础的本源是什么？对现代科学有所了解的人，或者是看过我们前2期节目，就会知道，弦理论就是其中的一个最有可能的答案。所有的山川湖海、日月星辰以及你我，都是由基本粒子所组成的，而弦就是成为或组成基本粒子的终极最小单元。弦理论集大成者，就是当今知名理论物理学家爱德华·威腾所提出的 M 理论，并且恰巧 M 理论还能推导出宇宙循环的可能，也就是宇宙会一次次经历诞生到热寂而无穷无尽的循环。好像如果用佛学来讲，也就是可以称之为宇宙的轮回，也就是劫。只不过弦理论从诞生之初就有了极大的争议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在人类目前已知的未来都没有条件来证明弦理论的正确性。如果还用当今常用的环形粒子加速器的方式来验证的话，那么我们可能是需要一个长度长达10万光年，可以戏称为环银河系加速器的这样的装置。但弦理论拥有非常优美的数学结构，又已经在其上建立起了非常高深的理论大厦。
而在现代物理学的历程中，数学领先于理论，而理论领先于实验，都曾经发生过很多次。所以弦理论真有可能是我们宇宙的终极版本答案，只是还需要证明的时间。以上重温这一段内容，也是为了解答评论区的一些询问。好了，让我们接着聊。那么宇宙从此时此刻的这个瞬间，再到彼时彼刻同样的瞬间，就被称之为宇宙的庞加莱回归。这是以科学家亨利·庞加莱的名字来命名的，他是该理论的提出者，并且在数学上完成了证明。宇宙的庞加莱回归的时间有多长呢？有一种估计是10的10次方的10次方的1.2次方年。这个数字是如此的庞大，所以只能用指数塔来进行表示。如何理解这个时间呢？我们宇宙的寿命有10的1000次方年，也就是1后面有1000个0。这同样也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数字，但依然远远不及庞加莱回归的时间。那么宇宙热寂又重生，10次、100次、1000次，过完这么久，能赶上庞加莱回归的时间了吗？我们就能再次相见了吗？很可惜，这个时间也远远不够。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数学游戏，最终的结果会让你后背发凉，毛骨悚然。我们的宇宙有多少个基本粒子呢？大多数公认的结果是10的80次方个，也就是1的后面有80个0。假如我们把我们的宇宙无限放大，让每一个基本粒子都变成一个新的宇宙，那让我们经历10的80次方个宇宙的时间，就能达到庞加莱回归的时间吗？很遗憾，依然远远不够。那让我们再来，让10的80次方个这么多的宇宙中的所有的基本粒子，通通再次变成一个新的宇宙，这样不断的嵌套循环。我们需要嵌套多少次，然后过完其中所有的宇宙的时间，才能达到庞加莱回归的时间呢？大约等于90万亿次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90万亿次。如果嵌套都需要这么大的数字，那么我们要经过多少次宇宙的毁灭重生呢？这真的就相当于佛学中的无量大劫啊！比起佛学中的盲龟浮木，能带给你同样的震撼吗？当下的人生不甚完美，但要回到此生，我们要经过的岁月却是近乎于无限。理解到这一点之后，我们能放下一些东西了吗？当下觉悟，见性成佛。1000多年前，在岭南有这样的一位砍柴的贫苦樵夫，他有心学习佛法，可惜不识字，于是辗转多地，最终有机会得以拜在禅宗五祖弘忍门下，继续做着淘米做饭这样的杂活。有一天，那可能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，爽文一般的情节就这样开始了。五祖准备将衣钵传给后人，于是召集了座下所有的弟子。
要求大家做祭，来展示各自的悟道。大弟子神秀站出来了，他是一位十分勤勉的修行者，来自繁华中原，自幼博览群书，气度不凡，而且已经年过50，却依旧勤恳修行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还做着砍柴、挑水这样的事情来磨练自己。他写下了这样的一个偈子：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惹尘埃。众僧赞叹。当然了，也只有勤恳修行的人才能有这样的觉悟吧。每天都要不断的努力，逐步净化心灵，才是修行的人必备的功课。就像佛学在印度的时候，会强调修佛的艰难困苦，往往需要经过多生多世的修行和积累，才能有正果。就连佛陀本人，也曾经历了无数的转世，才能积累功德与智慧。五祖也赞叹了神秀，但依稀觉得有所不对。这时，那个樵夫走上前来，他说：“写得真好，但还不够好啊。”他招呼了身边的人，来，因为他不识字，还需要别人帮忙写下来才行。从此，历史上有了一桩最有名的禅宗公案。岭南当时还是蛮荒之地，而那个岭南口音却在此刻回荡在天地间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我就是我自己，当下就是我自己，一切就是我自己，心性本来就是洁净的。这位樵夫便是后来的禅宗六祖慧能。我存在于此时此刻中，所以也要珍惜此时此刻，因为这就是最好的时机。禅宗六祖悟到了，我们呢？最后回到开头的问题，世界这么美好，你还想回来吗？不管是佛学故事中的盲龟浮木，还是科学理论中的庞加莱回归，这无尽的时间都长得让人害怕。即便我们不想，但可能回来一次都会很难很难。佛学告诉我们，苦是人生的常态，但并非永恒，也就是我们上期所聊过的缘起。苦是无常的，它也会随缘升起，随缘变化。同时，佛学也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觉悟、慈悲与智慧的种子。我们本性中其实充满了宁静，只是被烦恼和执着遮盖住罢了。这空山鸟语，谁在侧耳倾听？20年前，曾饱受艰难生活和抑郁症折磨的歌手许巍，终于走出来了，写了这样的一首歌，歌词中没有一个茶字，歌名却叫《喝茶去》。想想上面的禅宗故事，我们能否会心一笑呢？感谢大家，轮回系列就暂时更新到此了。不过还有很多没有聊完的话题，比如佛学修行的终极目的之一，便是要跳出轮回，得到解脱。这可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话题，也是科学还暂时无法
解释的地方。这方面的内容就期待以后的缘吧。如果还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，也请告诉我。今天就聊了这么多，请关注人间见禅频道，方便下次可以找到我。也请转发和点赞，这样可以增加我的权重。让我们下次再见。